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所有创作者，不管是作家、设计师、工程师，甚至是所有需要在工作上提出新点子的你，都一定会遇到的终极大魔王——压力。尤其是那种江郎才尽的恐惧，对吧？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完成一个超棒的专案，写出一篇爆款文章之后，内心不是喜悦，反而是一种深深的恐慌，心里想着完蛋了，我下一件作品绝对不可能比这个更好了。这种感觉，知名作家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的作者 Elizabeth Gilbert 可以说是体验到极致了。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度拆解他提出的这个创作者压力管理框架，看看要如何重新设定我们跟灵感局限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更健康、更长久地走在创作者这条路上。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地图。首先，我们会探讨成功的诅咒，也就是为什么巨大的成功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恐惧。接着，我们会进行一场思想的考古，看看天才这个概念是怎么在历史中演变，最后变成压垮我们的一个心理负担。再来，我们会回到古罗马时代，学习他们的外挂创意学，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心理建构。第四部分，我们会看几个现代创作者的案例，看看他们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运用这套古老的智慧来跟灵感讲道理。最后，我们会总结出一个核心心法，专注跳好你的舞。OK，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好的，我们进入第一部分，成功的诅咒与失败的恐惧。这里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也就是许多创作者在内心深处都同时害怕着两件完全相反的事情，害怕失败，但同时也深深地恐惧着成功。好，我们先来问自己一个反直觉的问题：你害怕成功吗？大部分人听到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我拼死拼活就是为了成功啊！但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真实到不行的问题。Elizabeth Gilbert 在她的畅销书《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获得空前绝后的成功之后，她就面临了这个巨大的心理困境。这本书不是普通畅销哦，它是在全球卖了超过1000万本，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还被拍成茱莉亚·罗伯兹主演的好莱坞电影。你想想看，这种等级的成功，就像中乐透头奖一样，几乎不可能复制。所以这就带来一个很恐怖的问题。你看，这就是创作者的双面刃。在成功之前，我们怕的是什么？怕失败，怕被拒绝，怕自己的作品没人看、没人懂，对吧？Gilbert 年轻时，每次跟别人说想当作家，得到的回应都是：你不怕失败吗？你不怕穷困潦倒，最后死在一堆破碎的梦想里吗？但重点来了，当他真的大获成功之后，一个更恐怖的恐惧出现了，那就是害怕自己再也无法超越巅峰，害怕自己最好的作品已经成为过去式。这两种恐惧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源自于把自我价值跟作品成果完全绑在一起。他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词来形容这种处境 ，doomed， 也就是注定要完蛋了。他说，在他成名之后，走到哪里，大家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同情跟担忧，好像在说：哇，你接下来该怎么办？你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吧？这种巨大的公众期待，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把个人跟作品成果完全绑定的结果，它真的会把人压垮。他开玩笑说，这种想法足以让一个人从早上9点就开始喝琴酒。而且我们都知道，这对很多历史上知名的创作者来说，根本不是玩笑，对吧？从梵谷到海明威，许多艺术家都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挣扎，甚至走向毁灭。我们继续看下去。那这个问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Gilbert 提出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他认为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长达500年深植在我们西方文化里的心智 bug。 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请大家仔细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不认为创意是来自于人类本身，他们认为每个人拥有一个天才 genius 或是一个守护灵 demon。这个天才是一个独立于你之外的、神圣的，像小精灵一样的存在，他会在你工作的时候跑出来帮你一把。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切都变了，人文主义兴起，
我们开始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歌颂个人的理性和才华，像是达文西那种全能的文艺复兴人，就成了理想的典范。于是，天才这个概念就从一个外在的灵体被塞进了我们的大脑里。观念从你拥有一个天才，变成了你就是一个天才。这个转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后果。你看这张图的对比就很清楚了。当你只是拥有一个天才时，这是一种外部归因。作品很棒，那是因为我的天才今天状态很好，我不能把功劳全揽下。作品搞砸了，也不是我的错了，是我的天才今天罢工了。这个模型巧妙地分摊了责任，保护了创作者的心理健康。但当你是一个天才时，这就变成了内部归因。作品成功是你天赋异禀，你的自尊心会无限膨胀；作品失败就是你个人的失败，是你江郎才尽，这会直接摧毁你的自信。你必须独自承担所有的荣耀，还有所有的失败。Gilbert 用了一个超棒的比喻，他说，让一个脆弱的人类心灵去相信自己就是所有神圣、创意、永恒奥秘的源头，这个责任实在太大了。这就像叫一个人把太阳给吞下去一样，这会完全扭曲一个人的自我认识，创造出各种无法陈述的期待。他认为，过去500年来，无数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就是被这个“你就是天才”的念头给活活压垮的。既然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那解法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把这个观念还原回去。第3部分，我们来看看古罗马的外挂创意学。我喜欢把它想成一个创意的外部 API 或是外挂程式，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心理工具。我们再来深入定义一下古罗马人眼中的 genius。它不是指你这个人很聪明，而是指一个住在你工作室墙壁里的魔法实体。就像哈利波特里的多比一样，他是一个看不见的小助理，会在旁边偷偷帮你的作品加点魔法。这个概念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在你和你的作品之间创造出一个安全、健康的心理距离。你的作品不完全等于你，你是执行者，但灵感另有其源。这背后的心理机制其实是认知脱钩，把你的人格价值跟你工作的成果漂亮的切分开来。所以这个外挂天才模型的好处其实很直接，对吧？简单整理一下。第一，如果你的作品超棒，你不会过度自恋，因为你知道有外挂相助。第二，如果作品扑街了，你也不会全盘否定自己，你可以想说，今天我的天才状况不好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就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心理保护机制，让创作这条路可以走得更长久、更稳定，不会因为一次的成功或失败就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很玄，难道要我们真的相信有小精灵吗？其实不用，重点是采纳这个心智模型。接下来我们来看2个现代的案例，看看顶尖的创作者是如何在实践中跟他们的灵感讲道理的。第1个案例是美国诗人 Ruth Stone， 他的创作过程听起来根本就像超自然现象。他说，他年轻时在维吉尼亚的乡下，常常在田里工作时，会感觉到听到一首诗从地平线的另一端朝他冲过来。那个感觉不是温柔的灵光一闪而是像一列雷鸣般的空气火车撼动着他脚下的大地。当他感觉到诗要来了，他只有一件事能做，就是拼了命地的跑。他必须拼命跑回家，找到纸跟笔，赶在那首诗像火车一样轰隆一声穿过他身体之前，把它捕捉下来。有时候他跑得够快，成功了；有时候太慢，那首诗就会直接穿过他，继续往前冲，去找下一个诗人。最神奇的是什么？有时候他差点就错过了，诗已经穿过他身体，他才刚好拿到笔，然后他会用另一只手像这样往后一抓，抓住那首诗的尾巴，再把它拉回自己身体里。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来的诗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是倒着写的，从最后一个字写回第一个字。这是不是完美体现了灵感是一个独立于他之外的，他需要与之合作甚至追逐的存在？第2个案例是传奇音乐人 Tom Waits。
如果你听过他的音乐，就知道他是一个风格非常独特，嗓音像砂纸一样粗犷，充满了蓝调和波西米亚诗意的创作人。他早年也是那种典型的痛苦的现代艺术家，觉得所有灵感都来自内心，搞得自己压力超大。后来他想通了，有一次他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开车，脑中突然冒出一段超美的旋律。以前的他一定会开始恐慌，完蛋了，我没带录音机，我要失去它了。但这次他没有，他只是抬头对着空气说：“不好意思，你没看到我在开车吗？我现在有办法把你写下来吗？如果你真的想存在，就挑个方便点的时间再来，不然今天就去烦别人，去烦 Leonard Cohen 吧。”这就是 Tom Waits 框架，我们把它拆解成5个步骤。第一，灵感在不对的时间出现。第二，你意识到焦虑，但你选择停止恐慌，这一步最关键，你要有意识地喊停。第三，你把这个点子外部化，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跟它对话。第四，你跟他协商，请他晚点再来。第五，你意识到这是一场合作，而不是你单方面的责任，于是压力就解除了。从那天起 ，Tom Waits 的工作方式彻底改变了。他把那个住在脑袋里整天捣乱的天才请了出去，把他放回他该待的地方。创作从一种内在的折磨，变成了一场跟外部神秘力量之间奇特、美妙又有趣的对话。好，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谈了问题的根源，也看了古老的解法跟现代的案例。最后第5部分，我们要带出这整个框架的终极心法：专注跳好你的舞。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Gilbert 分享了一个关于 Olay 这个词的冷知识，我觉得超棒。我们在看斗牛或佛朗明哥舞时，都会听到观众大喊 Olay。这个词其实源自于几百年前北非的摩尔人在沙漠里跳舞的传统。当一个舞者跳得出神入化，进入一种超凡的境界时，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心流状态，观众会知道那已经不是他凡人的技巧了，那是神透过他的身体在展现。于是他们会一起高喊 Allah Allah， 也就是神啊神啊。后来摩尔人把这个传统带到西班牙， Allah 就慢慢演变成了 Olay。所以当我们喊 Olay 时，我们其实是在赞叹一个神性乍现的瞬间。重点来了，那个舞者在经历了那个被神附身的夜晚时候，隔天早上11点醒来，他不再是神的化身，他只是一个膝盖不太好的普通人。他要怎么面对接下来的人生？这就是创作者最痛苦的地方。但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那些最非凡的部分是来自于我，那一切就简单多了。所以请记住第1点，你的工作不是去成为一个天才，那不是你能控制的。那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第2点，你的工作是献身，是做好你该做的那份工，英文叫做 show up。不管你今天感觉如何，有没有灵感，你就是要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拿起画笔。就像 Gilbert 说的，他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写得很烂，但他会对着房间的角落说：“喂，那个谁，如果这本书不够好，不完全是我的错哦，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就看你了。但不管你来不来，我都会继续写，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这就带到了我们的核心结论。第3点，如果你的工作是跳舞，那就好好跳你的舞。你只需要专注在你的记忆、你的练习、你的投入。你只管每天准时出现在舞池上，把你知道的舞步用尽全力跳好。这才是你能掌握的部分，也是你唯一需要负责的部分。专注在过程，而不是无法预测的结果。至于那个神圣的古灵精怪的天才外挂，他会不会决定要透过你的努力让世人瞥见一丝奇迹，那是他的事。如果有，那太棒了，大家会为你高喊 Olay。 如果没有，那又如何？你还是要跳好你的舞。而我们要为那个不管结果如何，只是出于纯粹的热爱与固执，日复一日坚持献身的你，献上最诚挚的 Olay。 这份努力本身就值得最大的尊敬。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透过 Elizabeth Gilbert 的框架，学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工具
第一，我们理解到把创作者和天才画上等号，其实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个历史包袱，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第二，我们学到了古罗马人的智慧，他们把天才视为一个外部的合作伙伴，这是一种保护创作者心理健康的聪明做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现代启示，我们的责任不是去成为天才，而是每天现身，做好我们该做的事，也就是专注跳好我们的舞，把自我跟创作的成果漂亮的分开，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更快乐。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